心藏妄，妄聚成妖，贪吞人欲，嗔焚人心，吃负人魂。3岁乱世，浊复尘寰。问真破妄，斩妖平乱。我叫顾兆臣，先问真，再斩妖，替人间平乱。好吃。饱了吗？就一块，文家每天扔掉的都比这多。我问你饱没饱？饱了。不能吃的东西你也要？文家有一整屋，我只拿1颗，能怎样？他要是不偷，就要挨饿。守规矩会死，破规矩才能活。不贪则死，那我贪不贪？斩妖人，你答不出来。扣1声损耗，入仓。今天已经扣了200多袋，再少下去，百姓会发现。1袋只少1升，而且发现就发现，谁会为1升粮得罪文家？原来你们也在偷！不是损耗，是短秤。粮食运来要用车，入仓会受潮，还要防暑。文家承担大头，只扣1升，有什么不妥？1袋少1升，1000袋就是1000升，你们拿的一点都不少。谁不满意，可以不卖。不卖文家也没人收。先让所有人无路可走，再把认命叫公平。你们这称少的不是粮，是良心。砸秤闯仓，还煽动粮户，你是来查妖，还是来断风陵粮路？妖就在你脚下，你们不是在管粮，是在养贪。修仓、造船、故宫书河，哪一样不要钱？没有文家，风陵的粮运早乱了。那也不是你掠夺百姓粮食的理由。明天跟我去善仓，你亲眼看看文家救了多少人，再问这1升该不该扣。文家每日开仓300碗，3年不断1日。现在，你告诉我该不该扣？他们原来靠什么活？无田无业，自然只能靠善仓。3年前，他们都有田，怎么一沾上你们文家，就什么都不剩了？你的田呢？借了文家1袋种粮，后来还不起。
这块田原来是谁的？文家东庄，3年前由陈老汉自愿抵债。我在自己田里干活，收完还得去你们善仓领粥。去，拿去。仓费、车费、保气费、称号。借1代，怎么要还3代？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些费用分属不同账房，从未合在一处核算。每处都只多收一点，叠在一起，借1代就成了还3代。为什么从未把费用总数写在正契上？每一项都合规，仓房收仓费，车队收车钱，保人收保气费，所以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拿了3代。自愿抵押。父亲必须解释。文老爷，我爹，这些契约，你得给我一个解释。契约有官府印，有本人指印，文家没有拿刀逼他。那年我媳妇儿病着，孙女3天没吃东西，不卖田，他们就得死。文家给了你粮，也承担了你还不起的风险。左边是卖地，右边是饿死，你只给他这2条路，再把他选中的那条叫自愿。世上谁没有难处？要是因人可怜就不认气，风流良路早就乱了。他们原本有田有粮有路，是文家先拿走，再让他们靠你活。粮行少1升，车队收1钱，契约加1分，每一处不过多拿1点儿，有什么大不了？父亲，别再说了。拿1点就不算拿吗？没有这些1点，哪来的仓船和善棚？他们一边骂文家，一边又靠文家活命。先把人逼到只能靠你活，再拿救济给自己贴金。温老爷真是好算计啊！我们文家不过是比别人会经营。你这不是经营，是把因果倒着说。你这是什么？哼！小嘴归巢了。原来如此，东仓本就是我管的。父亲老了，文家该交给我。我的，是我的了。你们疯了！他吃完外人，当然要吃文家。放下政策，再抢，所有人都会被他吞进去。这是我刚买的。够了，这些都是文家的。你喂出来的东西
什么时候听过“够”字？你们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文家每年收粮60万担，留在丰营的不足1半。不能看，不能看呐！你怕我看见朝廷拿了多少，还是怕百姓知道文家留下多少？朝廷拿走5成，文家切记多收2成。不多收，文家就活不下去。那你们跟我有什么不一样？上面抢你们，你们就抢下面；下面的人抢不了，不就只能去偷？我拿的这点儿，我亲自还回去。巨仓金蝉只是身中风铃的一张嘴。国都，把账给我！文家要是失去粮运资格，几代基业全完了。这些基业里，有多少是别人的田？你懂什么？朝廷要粮，我们只能收，换一个家族也会这么做。自己做错，就以别人也会做错的话语安慰自己，那天底下就不会有人再做对的事了。文家还有多少余粮，全拿出来，所有粮重新过秤，取消暗扣，以前多收的照账还回去。开仓！这次是满的。这里的嘴能封住，心还在国都。我跟你去。知秋，爹，文家的账由文家人自己说。看来，有人不想让这本账进京。他们是来抢粮的？不是，是来让这本账永远到不了国都。快，抢下马车！风铃的账还没出州，朝廷的人就来灭口了。快松手，先保命！账没了，他们又能说那些人从来没饿过？这些小嘴能啃，可为他们的账还在，他们就会从别处找回来。跟上，看看谁最怕这本账被人看见。这么多人一起搬走，为什么连行李都没登记？他们没搬，上面让我们把几个寿材村从户册里划掉。人少了，征粮数却一斗不减。名字没了，人就不用救；人少了，余粮自然更多。多聪明的账！这妖不只吃粮，还吃名字。要让本体现身，就得把被他咬掉的人和账一笔笔找回来。先去最近的那一个，看看账上已经搬走的人现在靠什么活着。我们不征粮，
他们开始也这么说，说只收吃不完的余粮。可去年发水，1亩只收3斗，粮册上却硬写成6斗。账上记的是大丰年。官府照6斗来征，先拉走余粮，再拉口粮，最后连明年的种粮也没留下。年轻人逃荒，老人孩子饿死，官府却说全村迁去了富县。村里没有余粮，账上却处处有余。别急着怪我，粮是官差拿的，名字是县令划的，一直在吃人的都是你们自己。你把人的贪心往外推成一只手，就该斩。没有我，他们照样会拿。没有你，贪心还只是一个念头；有了你，他就敢真的伸手去抢。人都从册子上没了，该收的粮为什么1斗没少？人走了，地还在，自然有余。胡说！我还活着！你们把我写成逃户，封我的屋，收我的田，连赈粮都不让我领。全县登记人口少了300，产粮数却按丰年不变，人越少，账面上每个人的余粮反而越多。上面催粮，我也只能多算一点。又是这一套，人人都说自己只多拿一点，可最后怎么连一座村子都被拿没了？你们只盯着自己多拿的那一点，从不看别人已经被拿走了全部。县令怕丢官，就多写几斗；官差怕受罚，就多拉几车，都是人之常情。如果不怎么样，我就会怎么样。你们这些贪售就没有什么其他蛊惑人的方法了吗？这东西也能吃？不能吃，也得活。这是上贡皇城的粮食，都给我滚开！求求你了，给我们一点吧！快闪开！你们这些贱民！他们有这么多，为什么一粒都不给？丰营被征走的储粮和重粮全在这些车上，账上写的是国库入粮，实际送往皇城供封城大典使用。他们不是没有粮，只是这些粮从来没有被算作百姓的。快跟上！只隔一道门，怎么像2个世界？城外的人被写成灾民，城内的人却拿他们的粮庆祝盛世。天下丰足，万民同庆，封城大典明天开宴。大典庆的是丰收，城外的人却连树皮都不够分。这能煮多少碗粥？遇到不能有坑，误了圣驾，你赔得起。城外缺的是粮，城里缺的是一条平整的路。他们把百姓交出的东西用得越随意，越能证明自己拥有。今年诸州皆有余粮，国库充盈，百姓安居。我现在把文家密账拿出来。不够。这些账能证明文家短秤，加息夺田，也只能证明文家贪。皇帝只要说不知情，就能把所有罪推给商人和地方官。他为什么偏偏那天辞官？因为他看见了第一笔假账会吃掉多少人。明天让天下看看什么叫盛世。先找到陆彦成，只有他能证明这场盛世从哪一笔开始造假。我早就辞官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辞官的第2天，3州开始饿死人。征粮的不是我，抓人的也不是我，我只负责核账。孩子拿1颗，商人少1升，官员改1笔，
人人都说自己只做了一点，为什么最后一座村子都没了？封国令不按时收，只按丰年最高产量征粮，粮不够，就从百姓的口粮和种粮里补，还不够呢，就减人，饿死的、逃荒的，甚至交不起粮还活着的，都从户籍上划掉。人一少，账面上的人均余粮就多了。第一份改过的总策是皇帝亲自盖的印。明天上封城大典，把这些话说出来。不行，我一开口，全家都得死。你可以继续活着，但这些被你从账上减掉的人，连死过都没人知道。四海丰汤，万民安乐。文家借朝廷垄断粮路，每代少一省，每张契约多加一笔。我们拿走的不是一田，是百姓的田和活路。我偷米糕时是因为饿，可拿这颗珠子时我已经吃饱了。我也骗自己说文家有那么多，我只拿一颗没关系。商人贪利，孩子偷盗，此事与我何干？20年前，是我把灾年的3斗写成6斗，把口粮和种粮写成余粮。粮数不够，我们就删人。饿死的、逃荒的，甚至还活着却交不起粮的，都被写成不存在。人少了，余粮就多了，他们的田、屋和粮也成了无主之物。烧掉原册，账可以烧，盖在上面的玉印烧不掉。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他。陛下，您总知此事。陛下还要瞒到何时？不错，这道旨意是朕下的。朕登基时，国库空虚，边境动荡，没有粮，军队守不住城；没有钱，天下早就4分5裂。所以你把不存在的余粮写进账里，再让百姓拿口粮补上。治国从来不是让每个人满意，有人享受盛世，自然要有人承担代价。承担代价的人，知道自己承担了什么吗？百姓只需服从，不用知道所有事情。那不叫承担，叫掠夺。把自己的贪心说成了天下人的代价。人人都有贪欲，朕不过把这些散乱的欲望聚起来，变成国家的粮和兵。石头拿一颗珠子，只伤一个人。你说多争一点，下面就有100个官员、1000个商人、无数差役跟着从百姓身上各拿一点，最后人人都只拿一点，百姓却失去了全部。只要国家强盛，少数人的死亡就值得。代价要是永远由别人付，享受的人就没有资格说值得。朕要是不替天下做决定，谁来决定？国家是城外吃树皮的人，也是田里种粮的人。国家不是你一个人的意志，朕就是国家。土地、粮食和天下人，本就属于朕。他不听皇帝的了。他一旦只剩下我要，就不会再认主人。打开国库，停止征粮，把被抹掉的名字重新写回去。杀掉揭露真相的人，再建一座皇城就是。百姓死了还会再生，皇位与国家不能倒。你眼里早就没有国家了，只剩下这把皇位。这一点我还了。这一纸空文，我不认。天地良心，这万家血泪，你们睁眼看看啊！我们不该为一己贪欲草菅人命，这就将被华胥人员补回。张三、李四、萧不言，
拎不动。朕是天子，朕就是这个国家。你斩朕就是毁掉天下，你口口声声斩贪，可你自己就没有贪吗？你贪天下太平，贪众生平等。你今天杀朕，不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？你贪天下太平，贪众生平等，贪所有人都能按你认定的公道活着。你今天杀朕，不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？你凭什么说自己的贪比朕高贵？确实贪，你说的没错。既然都是贪，你凭什么斩朕？因为你想要强盛，就让别人替你挨饿，替你去死。我想要太平，提刀的是我，担责的是我，死在这条路上的也该是我。天下贪心无数，你杀得完吗？杀不完。你做这些又有什么意义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我就是有点傻。我不会把自己的愿望写成别人必须付出的代价。你说的没错，贪兽杀不完，天下也不会太平。所以这条路，我得一直走下去。这个国家是朕的，你不能杀朕！结束了。这个国家算好了吗？没有，只是终于回到能重新算账的地方。旧债的算法。真不留下？城是他们的，得由他们自己修。我要留下，把文家欠的账一笔一笔还清。我也留下，盯着每碗粮送到该吃的人手里。那就各走各的路。少主，离开那个江家妖女！离开那个江家妖女！放开我家少主！我们是自己走的。二叔，你睁眼，你还答应教我骑马？看着我，按住伤口，想活就按住。刚才斩掉的只是一张嘴。他叫裴兆川，裴家少主，我是江家少主江明月。两家都在找你们，为什么逃？谷里的人眼里只剩仇，谁迟疑，谁就被骂作懦夫。我要是留下，父亲早晚会逼我领人杀进江家。裴家写江家先回水局，江家却记着裴家先关闸烟村，连第一场仇都对不上，后人凭什么一代代送命？
我没他想的那么远，我只是怕死。我不想20几岁就变成族谱上的一个名字。想活不是错，可你们走了，谷里的人还会继续死。我查过近30年的冲突，每次有人提出停战，几天内就会出现投毒、失踪或夜袭，像有人一直不肯让仇停下来。他们又来了，不是来找人的，是来传战的。江家归还少主，裴家暂缓进兵。裴家放回明月，江家退出水泉。归还首级，夺取水渠；归还首级，夺取水渠。现在出现，他们只会把你们当成对方放出的诱饵。他只改了几个字，就……最毒的谎，不用凭空造出仇恨，只需在人最害怕时，让他听见自己最怕听见的话。这妖不凭空造仇，他把害怕听成挑衅，把退一步说成送死。只砍血气没用，两边的人不肯承认自己怕什么，就会一直替他举刀。我回去。我也会。这次不是逃回来，是把该问的话当面问清楚。娘，我没杀过人。你不杀他们，他们就会来杀你。裴家的来历不能让人说怕。我不怕。刚才怕得握不住刀，现在就敢拿命换一句不丢脸。我替他拿走软弱，让他有胆保护家人。你拿走的不是软弱，是他动手前最后一次想清后果的机会。战场上会犹豫的人，只会害死全族。没有恐惧，也就没有衡量后果。你给他的不是勇敢，是让他忘了别人也是人。爹死的时候也这么说，可你每天夜里都在屋里哭。你不是怕他被人笑，你怕他像他爹一样死在别人手里，怕自己再失去一个亲人。终于来了。父亲，我没事。这一世，定要斩尽此孽！你与江家女子私逃，让全族蒙羞。我不想再提一场说不清的祖仇杀人。你生在裴家，就没有说不的资格。这里的水和地，都是祖辈拿命守的。你守的是家族，还是所有人都必须听你的规矩？要是人人都像你一样只顾自己活，裴家早被江家吃干净了。你要的不是儿子，是一个能证明你和祖训从没错过的少主。小时候我怕打雷，你会守着我。现在你连担心我都不敢承认。全军听令，追击！
真正的裴昭川刚离开祖宅，这声音从哪儿来的？这是江家10年前定用的旧文，真要杀人，不会带一把能暴露身份的废刀。啊，小心！小心，这尸体被妖线操纵了。雕虫蛹虫小技，诛杀引路，这是陷阱。齐齐，备战！这是栽赃，要不要通知裴家？只要现在公开，至少能阻止一场误会。为何害我裴家性命？裴家已经升旗，江家不能先卸甲。你看得出是假的，只是不敢先停手。你早知道我不是被裴家抓走。公开这封信，族人只说我向裴家低头，所以你宁可拿全族人的命，也要保住自己不能低头的脸面。岛上7个人是我杀的，他们也杀了我2个儿子，后面的血都是真的。所以你准备让下一代接着还？要是能和解，我2个儿子算什么？我这一生杀的人又算什么？我记得他们7个人的脸，可这些年，我只敢叫他们仇家。血战半生，却全是蹉跎。要是真是我错了，余下日子怎么活？先别拿死者证明自己没错，剩下的路才能慢慢还。黑沙只在上游旧闸里有，那地方封了快100年。族史都说水渠只属于自己，可石头不会替哪一家撒谎。不是活人，是妖留在这里的救生液。他们不是不知道，只是一次次把真相封回石头后面。要是我不关闸，死的就是裴家。江家毁渠，裴家早有灭族之心。他们只是保护自己。错的是洪水，不是选择。保护自己不是错，把自己做过的选择改成别人先害你才是谎。每次仇要停，他就再添一把火。我只是推了一下，真正挥刀的仍是人。你让最残忍的选择看起来最安全。爹，你明明来过这里，明明看过这些名字，为什么回去后还要升旗？你早知道我没有被江家杀害。汉子看见你与他同行，我要是承认少主私逃，族中那些想停战的人就会借机动摇军心，宁可拿我的死召人开战，也不肯让我活着说话。我的信，你也一直留着。裴家已经备战，
公开信件，只会让族人以为我向他们求饶。一个拿儿子失踪立威，一个用女儿沉默避险。我是为了裴家，我至少没有先发动战争。你等着对方先犯错，就觉得自己的每一步都只是被迫。可你每多等一天，族里就多一个孩子被教会怎样恨人。裴宗岳认错，裴家会散，江镇山先退，江家可能会亡。他们只是选了最稳的路。你把可能嚼成一定，再让所有人替他们避险。要是真死了呢？你会替他们偿命吗？我不让人盲信对方，但恐惧不能成为先杀人的理由。你要是真为裴家，为什么连真相都怕？护卫列阵！他们不是没看见，只是不肯站回来承担看见后的代价。真相能证明谁撒过谎，却不能保证谁先放刀后不会死。他从小教我，族长要替所有人承担，可轮到他认错时，他把所有人都推到了前面。我是自己逃的，我父亲早知我活着，却仍拿我的失踪召人开战。这是我离谷前的信，我父亲把它藏了，也把停手的机会藏了。第一场仇是假的，可我丈夫真死在江家刀下。一张拓印换不回我2个儿子。旧罪不会消失，谁杀人谁承担。可没出生的孩子不该替祖辈偿命。妖会煽动，挥刀的人仍有罪。公开真相，只是让你们决定还要不要填血债。听见了吗？他们恨的早就不是第一场洪水，每一代都有真血，凭什么让他们听？旧账要清，凶手要认罪，死者要被记住，但下一代不该继续成为账。血债，血偿。幻象是假的，可裴家也可能趁乱真打。江家不退，裴家绝不能退。你让他们先放刀，要是对面不放，死的是他们的亲人，不是你。我不会替任何人放刀，也不能保证谁安全。明天谁先停，谁就自己承担，没人能替。那一步才叫勇气。明天，我去河谷中央。不是你一个人。明天我就让所有人看看，谁先放刀，谁先死。娘，你想让我去吗？不想。那为什么还把刀给我？我怕他们说你是懦夫，也怕我拦住你以后，江家真杀进来。你真正怕的是失去儿子，可你把这份怕变成了推他上战场的手。娘，你比我还怕。我年轻时也提过停战，第2天，3个族人死在水渠边。从那以后，谁再说停手，谁就像害死他们的人。也可能正因为有人想停，妖才急着再制造一次死亡。要是所有人都等别人先停，刀就永远停不下来。那第一个停的人死了呢？至少那一步，该由愿意承担的人自己走，不该由族长躲在其后，替所有年轻人决定去死。我要是放刀，他们一定找我报仇，活着的人才有资格后悔。所以你要杀光所有可能恨你的人。仇不能停在我这一代。不是仇不能停，是你怕自己成为被清算的人。人一旦把杀人当作荣耀，之后就连后悔都像是对自己的背叛。真正背叛使者的，是拿他们的死逼更多人去死。他们不是嗜杀，他们只是更清楚放下刀会付出什么。自己会死，亲人会死，他们所在意的人全都会死。继续举刀也会付出代价，
只是死的往往先是别人。5时，我会替他们拿走最后一点害怕，到那时，再没有人会退。裴家要失退，祖宗蒙羞。江家只是自保，绝不先动。你们怕家人死，怕祖仇断，怕自己成为最后一个傻子。只要对面还有一把刀，你们就没有资格先软下来。你斩不了我！你看看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族人奋力的战斗，多么的勇敢！而这都是我赐予他们的。没有恐惧，只剩愤怒，那不是勇敢，是嗔。真正的勇敢是明知道会怕，还是能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保护什么。他们保护的就是家族，妖言惑众。让开！扔下他，对面的第一刀就会落在你身上，你的族人身上。住手！我怕！怕被逐出裴家，也怕我放下刀后，江家真的杀我。既然都怕，你凭什么让全族陪你冒险？我没有替他们放刀，我只替自己决定，不因为害怕被杀，就先去杀人。我也怕江家不认我，怕裴家只是暂时停手。明月，回来！要是所有人都等对方先停，下一刀永远会有理由停下。家主，我不想再杀人了。这才是先放刀的下场。射杀江明月，少主自然会回来。杀完江家人，我们才能了却仇恨。既然裴家想战，我们江家奉陪到底。别逼我儿子，我不想他上战场。我在这儿呢，还想控制他们互相残杀。你阻止不了他们的，血债必定血偿。我不怕！阻止他们！你不是想杀江家人，你是怕自己先死。我没有突然相信裴家，我只是不拿还没发生的背叛，为今天杀人开脱。放开我！不杀他，他以后会杀我。娘怕你死，怕别人骂你没用，怕我拦住你后真害了全家。可害怕不是你的错，娘宁愿你承认怕，也不要你靠杀人证明自己勇敢。我不想打，
我只是怕他们都笑我。当人们直面恐惧时，会诞生出勇气，而那是你最害怕的东西。怕死不丢人，别拿别人的命遮自己的怕。我说仇不能停，是怕你们报仇，可我的罪，不该让江家孩子替我当。这一战结束，我接受清算，但今天我不再杀人替自己逃罪。我怕江家报复，我怕被族谱除名，也怕孩子学会杀人。那3个人死后，我再不敢提停战。不可能！你们被我奴役100年，怎么可能长出勇气？时间差不多了。你们守住这里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他们今天放刀，明天还会再拿起来。人只要还会怕，我就永远不会消失。人当然会怕，但嗔是怯懦的谎言。可只要人心长出勇气，你就无处藏身。天道不公，我便替天行道。以后还会有人拿起刀吗？会。那我们今天做的还有用吗？有用。说走左边，不能走右边。山塔只是路上该有的一劫，熬过去就通了。这山刚塌过，还得塌。走右边要真出事，谁担着？那留在这儿等死，命帖替你们担。果然有这一劫，幸好命里还有贵人相救。山都塌到你眼前了，你记住的还是那张纸。
回来，只是想把我娘的遗骨带走。按神谕办，别让他进定命街。退后，让开！神谕写的清楚，他一进城，必起大火。那支火箭，谁放的？他不回来，谁会放这一箭？自己点的火，也能算到他命上，真是油嘴滑舌。我这牌上一个字都没有，你们就拿他骂了我20年灾星。正因为空白，才不受天命管。没人管得住，才最容易闯祸。胡扯！城里已经烧了7处，7处火，有几处是你们自己添的油放的火？你查过吗？还是你们口中的命书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斩妖人，此城没妖，我们也不为难你。3日之内，你带着灾星远离此城。你救得了今晚，救不了这座城。他们不是被谁按着跪，是自己不肯起来。跪久了，腿是会忘了怎么站，可忘了还能再学。要是不学呢？岑大夫，求你再看一眼。空白命牌写着10岁诀，今天正是他的生辰，救不了的。你强闯医馆，是在坏塑形城的规矩。天命之子，你先摸清楚，他现在是个活人，还是命书上的死人？脉都会摸，就别只会看牌。药都配好了，为什么不见？这10年，命台送来12个短寿的孩子，一个都没熬过命期，你一个都没救，救了也没用。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命里活不了？不是你们压根儿没救。大师，别逼我们逆天，孩子要是硬留，祸会落到全家头上。妖线我能斩，可这个儿子救不救，得你自己定。神谕要是真的呢，那就先救，再看他真不真。手都不伸，你拿什么说救不了？命来收他了！看清楚，来的真是命吗？10岁了，该死了！10岁了，该死了！岑大夫，扎针退热。叶归尘按住肩膀，苏少爷把窗打开。爹，我是不是已经死了？没有，是爹差点先认了你的死。命签真会错。我早就说过城内有妖，以命运为谎，不断食人。他能活过子时，是天命改了，不是命签错了。不为药，你们说命不能改；为了要人活了，你们又说命自己改了。那你们这命数不要也罢。天意哪有那么容易看透？无知。离他远点，逆命会传人的。昨晚传给我的不是逆命，是智慧。你们怕就离远点，别再替我儿子说他哪天该死。顾兆臣，你拿妖术改命，是要乱了全城。来得正好，你说我用妖术，我说命牌里有妖。谁说的对？去定命台查。定命台不是谁都能查的。那我就不查台，
先查这一城的人。会修吗？不会，命里说我不进宫门，也不进文门。谁动了天机水轮？一根木血就能卡死的天机，也不怎么样。你明明就会，会修水车又怎样？命还是改不了。谁说命是坐着等人来改的？路就在脚下，你却先问木牌让不让走。贫贱命，没资格进书院。别人烧你的门，是他们欺负你，可你就这么看着钥匙烧完，以后还准备怪谁？先生，您别劝了，他爹当年也不信命，跑去做生意，最后赔得跳了河。我真考不上，街坊就会说命谦早提醒过，是我自己不听。所以你现在先认输，起码还能说不是你不行，是命不让。你天天斩妖，当然不怕走错。我每次拔刀也不知道会不会晚，会不会砍错，能做的就是先看清楚，出了错自己担。天命至少能让人少走些错路，也能让人一辈子不迈步。真要失败了呢？那也得我考过了才知道。我都看见了，就算考进去，他们也会赶我走。妖能把你最怕的结果演给你看，我能砍散这场戏，拿不拿笔，得你自己来。万一最后命签还是对的呢？那他已经替你写过一次了，这一章你自己写。他要是落榜了，你还会说命是假的？落榜只说明这次没考上，不代表他打出生就不配进这扇门。考最后一名也算进书院？卷子答对了就收，跟命牌没关系。留着吧，留着不是让你们接着信，是记着这块牌以前怎么挡过他的路。天命之子，贫贱命进书院，会坏了城里的规矩。可命台的水车是他修好的，那只是碰巧。命签每错一次，你们都说碰巧。头一次自己拿主意，我只是先不执行。刚学走路的人，也总说自己只迈了一小步。你命里忘我，我借的越多，翻身越快。铺子亏了3个月，不是运气不好，是你把货款拿去赌了。命师都说沈夫人旺夫，这些债用她的嫁妆担有什么不对？命签不会算账，假账会。我们两口子的事，轮不到你管。妖要是没进你家，我也懒得来。账是你查出来的，门也得你自己开。继续做命签里的贤妻，还是做这间铺子的主人，你来选。你敢抢这个商印，今晚铺子就得完。到时候全城都会知道，命书没错。区障眼发，也敢班门弄斧。他一掌铺，铺子就得毁。命上都写了，我不过让他早点应验。所以你先放火，再拿这场火证明我不该管铺子。他要是听话，至少不用背失败的锅。不让他选，他当然不会失败。他这一辈子，也就全让你们替他过了。商印在你手里，是先救铺子，还是先保那个贤妻的名声？今晚真败了，账算我的。谁放的火，账也算谁的。
夫妻是一家人，家丑别往外扬。少安也是怕你不会做生意。他赌掉的是我的嫁妆，差点伤死的是铺里的伙计。贤妻要是得替他遮罪，这命我不要。你把自己丈夫送进牢里，以后谁还敢娶沈家的女儿？我活着，不是为了等下一个男人肯不肯娶。你就不怕铺子真让你作赔了？怕，所以我会查账，会用人，错了就认。怕，不是把主意交给木牌的理由。原来他不止藏在书里。接连煽动逆命，毁我成规。顾兆晨，这一次你得跟我去定命台。他昨夜能保住铺子，是天命临时改了，不是命牌错了。人没救下来，你们说命不能改；人救下来了，你们又说命自己改了。那这张牌怎么都不会错。天意本就不是凡人能看透的，看清楚。他不靠命牌算未来，他靠你们照着命牌做事。再把做出来的结果叫天意。我丈夫先做假账，再放火，只为证明我涨不了铺。命牌不是算中的，是有人照着他害我。人一不问为什么，他就多一处藏身的地方；人自己看自己选，他就少一层皮。这就是他的规矩。一派妖言，拿下他！你说命数不会错，那就当着全城人的面算一次。人、地方、时辰都有我盯着，看他怎么应验。你想拿谁是命？拿我，反正你们已经拿我当了20年灾星，太危险。怕他算中，还是怕他算不中？好，若神谕应验，你立刻带他出城，再不得碰定命台。若他错了，开天命书，交出旧档，让全城人查。顾兆晨，太阳落山之前，你最好护住全城每一条命。从现在起，他喝水、走路、抬手，都在所有人眼皮底下。命书说他今天杀人，那就等他发生。绑这么紧，真出事，我先拿你挡刀。那也得先问问我答不答应。你也问一句，问你这一生最重要的天命。天命之子，必斩无命灾星。他今日必杀一人，你此生必杀他。若你先杀他，第一句未必成；他今天不杀人，第一句就是错，2句只能有1句是真的。命有千百种应法，那就别急着解释，先让大家看。今日起，引一人因他而死。引一人因他而死，字还能临时改？不是改命，是改口。为了证明他会害人，你们先找个人去死。个别弟子心急，与天命无关。你们做的都与天命无关，错的却永远与天命有关。你看得了一夜，看得了他们心里早就认下的命吗？为什么不能直接斩？因为书只是笔，人是他藏身的纸。现在一刀下去，妖未必死，人一定先伤。
看见什么？杀他，火就停。摸到火了吗？记住破它的办法，先看，再摸，摸不到就停，证据对不上，别急着动手。一个个试，来不及。那就让全城都听见同一个问题。顾兆晨已经找到辨别幻象的办法，再拖下去，百姓会醒。那就让他们看看，没有命管着会乱成什么样。这些又是大典用的，真点着了会烧死人的。既然是命里的劫，就怪不到谁头上。我救不了所有人，没有人能心安理得地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任何人。今日归命，各守本分，天命之子会替你们平灾。都看清楚，你亲眼看见了什么？眼下，你能做什么？真做错了，敢不敢自己担？这是命！啊！牌上写的是死，你手里摸到的是什么？爹，我还活着。命牌说我儿子死了，可他在喊疼。听见的人来搭把手。看见了吗？你们自己确认一件事，自己做一次选择，他就少一个藏身的地方。墙是假的，风是真的。从现在起，这块牌只记我们手里有什么，不再管我该做什么人。他们不喊天命之子了。他们本来就不需要一个人替全城活。天命之子，以血祭天。杀了他，只要这一剑落下，城就有救。叶归尘，这回看清楚再动手。
照命书杀他，以后所有人都能说这不是你的选择。我不杀，成真毁了呢？那后果就得你自己背。选择本来就不轻，英雄不能犹豫。你眼里看见火从他身上起，你手里摸到的呢？火不是他放的。是命台为了证明他会放火，亲手把这座城点着了。没有天命之子，我也能做个不杀无辜的人。火道全通向城北旧水闸，开闸云水，才能冲灭地火。不能开，命书已经警告了。你不是怕严惩，你是怕再走一次当年的路。你已经等了20年，今天还要让谁陪你等？万一这次他说的是真的呢？有可能。那你还逼我开？我不替你选，你自己看看，城里的人为这一步做了什么？快！我怕开错一扇门，所以一扇都没开。你可以承认当年错了，也可以让今天的人继续替你证明你没错。师父，这一次没人能替你保证。当年不是他们命里该死，是我怕担错，所以什么都没做。3丈5尺！快，这边，杀在根上！快，堵上！你们照样会选错，今天没演，明天也会死。会错。可他们不是一句命中该绝。他没有人可以躲了。别闭眼，他还想借你们的怕活下去。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再病，我只知道他现在有脉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考中。我现在看了看风往哪儿吹，铺子可能会赔，眼下东街却实付单价。你杀不死我的，只要有人再替别人掌控命运，我就能重新进入到他们的心里。那我便教着全天下的所有人自己掌控命运。这里不用怀疑，不会后悔。只要照着答案走，就能永远正确。替他们写吧，你比他们看得清，也比他们更敢担。
没了你，他们还能做什么？按你们看见的做，别等我，也别等他。看见没有？没了我，他们照样能看、能选、能担。可他们会错。清醒从来不是保证永远正确。是不把眼睛、脑子和责任全交给一具注定。没有命替他们决定，他们只会后悔。后悔也得是自己走过以后才知道该不该回头。你藏在人不肯再问为什么的那一刻，现在他们睁眼了，你还能往哪儿躲？吃的谎言。哪里疼？多久了？没有命书不代表没人会怕，只是怕的时候得再看一眼。顾大侠，命到底是什么？不是别人替你写好的结局，是你看清了、选过了、也担过了，才走出来的路。凌霄城天下第一楼江城，请天下第一斩妖人登楼镇妖。斩妖，天下第一。病找大夫，案子查证据，都看我做什么。您斩了3妖，天下还有什么是您看不明白的？刚才我要是晚一步呢？未晚。天下第一，天下第一。
大侠在此，哪轮得到你一个底层石匠乱动？这不是外墙掉下来的，从哪来的？主柱里面。不是掉了一块石头，是整座楼在往下沉。人赃俱获，他故意毁柱，又拿妖气吓人，就是想阻止登天大典。这些是我建议上层维修主柱的图片。第一张，7个月前送给10层管事；第二张送到20层，最高的一张，到了49层就被退回来。顾大侠一眼就能看出谁有妖，销毁天下第1楼，肯定不是好人。他们相信你，别让他们等太久。他们说裴天恒不会错，你就信他。现在他们说你不会错，你也开始信了。给我停！下面的人全退！不是突然断的。你闭嘴！顾大侠面前轮不到你胡说。3天前我就报过，师父说他管了20年伤，从来没错过。这件事有经验老饕，他怎么会看错？真是他弄断的吗？3天前我说主绳断骨，至少得换一半，您连看都没看。我干这行的时候你还没出生，一根绳磨成什么样，我摸一下就知道。可您那天根本没摸。陈师傅20年没出过错，这次肯定是有人动了手脚。听见没有？不是我看错，是有人害我。井壁裂了，污水渗进来，先封井，再把病人送上层药房。你在哪层学的医？我跟父亲行医12年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底层医女也敢诊疫病，热症是你们住的脏，身子又弱，跟井水有什么关系？求求您，救救我的孩子！先抬走城主家的公子。水就在这儿，你是不懂还是不肯看？顾大侠懂斩妖，可医道不是拿刀能看明白的。人微言轻，从古至今向来如此。你懂什么？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多。我不是妖，强者本来就该站在上面。顾大侠既然来了，何不上来看看，看一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天下第一？83层外梁松了半寸，先卸北侧铜铃，再把西南压实移3尺。你确实懂这座楼，你也确实懂妖，所以你我都知道，外行的一句话救不了人，只会添乱。主柱已经从里面裂了，底层蒸年潮湿，实心有纹很正常，
你连断口都没看。我造这楼20年，它哪里会响，哪里会裂，我比自己的骨头还清楚。当年我只是个小木匠，我看出河堤要破，跑了7趟官府，没人听。洪水真来时，还是我带人把梁木架起来，把能救的人送上楼。那一夜，我听见下面的人喊我先生、恩人、活菩萨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人不听正确的话，不是因为话不对，是说话的人站得不够高。所以你后来站上去，就再也不肯下来。我若下来，这城就会回到20年前，每个人都争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懂，最后谁也救不了谁。那就看一眼。一个没斩过妖的人说你的问真刀错了，你会不会立刻把刀扔掉？你也开始信了？明日第101层落成，天下第一将配天下第一斩妖人，凌霄城会记住这一天。你们本来就是一样样的人。顾大侠都看你了，你还敢说自己没问题？他看的是我家墙上的裂缝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，看一眼就能定罪？我们都是照您的意思办。我的意思，你们问过我吗？先救我们这一层，妖肯定藏在底层，马上封楼。顾大侠，你说谁有错，我们就杀谁。查清楚太慢了，你只要说一句，他们都会照做。药在外面，里面还有17个孩子。顾大侠说封就不能开。先隔绝妖气，再送药。顾大侠这么做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死1-2个，总比整楼出事好。不能看！让开！这根梁里有妖。有阳气就一定该砍，你连这根梁拖着哪3层都没问过。我能控制倒塌范围，你连楼怎么受力都不懂，拿什么控制？你这一刀下去，妖可能死，上面的人也得跟着死。这是您亲口下的令，任何人不能开。那就由我亲手撤。快，还有气息。撑住！顾大侠封门也是为了大家，您没错，是妖太狡猾。别替我找理由。这次是我看错了，差点害死他的不是妖，是我的命令。顾大侠是情急，错就是错，拿情急盖过去，下次我还会错得更快。推给那个石匠，是他逃狱，是他扰乱你判断。刚才那一刀差点砍下去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带路，你看到的我重新看。外面只裂了1指，里面已经空了3成。登天阁落下来，最先断的就是这里。明昭臣受底层妖言迷惑，擅自开封，纵放疑犯，为安民心，登天大典提前到明日清晨。他疯了！登
天阁连最后的卸重都没做完。第101层落成之时，所有谣言自会不攻而破。他不是想证明楼不会倒，那他想证明什么？证明他这一辈子从来没错过。先拆上面7层，重量一轻，地基才撑得住。不能直接拆，今晚东风转强，上面一轻，楼身会向东甩，10层以上都会撞向山壁。你天天坐在高层看风，摸过一次主柱吗？你只懂地基，不代表整座楼都听你的。他们不听你是傲慢，你不听他，就不是了。那你说，东风要怎么卸？你先说。主绳不能再用，但副井还有2组铁索，把轿厢装满压实，可以当活动配重。病人走不了长梯，先把12层药房腾空，做临时医馆。主柱卸力时会下沉，得提前挖陷压沟，不然井水会倒灌。我一个人只能看见脚下，知道自己看不见哪里，才有地方听别人。肆意拆楼，等同毁城，全部拿下！毁城的是明早那座登天阁。裴先生救过全城，你们几个人也配说他会毁城？陆大侠能展开门，也能看着他们先死。天亮开阁。赞美也是妖力，他越想让我们低头，我们越得站起来。停下来，主柱撑不住。一个连10层都没有资格住的人，也配谈整座凌霄楼？这粉就在你脚下，你要不信，跺一下。放肆！他知道你脚下裂到哪儿，你不知道。你宁愿信他？我不信他住在哪一层，我信裂纹、尺寸，还有这把从主柱里掉出来的石粉。落顶，只要成功一次，他们就会忘记所有质疑。你不是在建楼，你是在拿全城给自己做账。那就让你们亲眼看清，我到底会不会错！断了。这是上层的路，你们走楼梯。楼梯塌了，不能动！再提一次，手就全断！哼，一个学徒也敢拦我！快搁前面走，别碰住手！听你的，附近怎么调？楼都要倒了，还等谁准你们上去？东
册加10，70层主粮，所有人回原位，不许乱。东侧已经超重，再加10会压垮主粮。裴先生不会错，只要听他的，楼就不会倒。听不懂就让他们照做。你救不过来，先杀我，一刀下去，所有人都会得救。顾兆晨，先把30层的线力量打开。下面的人只会拖你后腿。贪、嗔、痴，哪一次不是你救了他们？石匠懂石头，绳匠懂绳子，可谁比你等妖？真正的强者，先做最重要的事，下面那些哭喊，只是杂音。顾大侠会救我们的，他不会错，我们不用动。你不是怕我出刀，我盼着你出。只要你相信只有这一刀重要，你就会站得比裴天祖更高。石姑娘，东侧放多少？我不知道。叶长春，封你最懂，告诉我怎么调。西侧再下2丈，东侧别加10，先松封印。天下第一斩妖人也会逃。下面有人比我更懂这座楼，我先下去听他说完。顾大侠，拖住凌霄楼，只有您能救我们。站起来！石像没了，谁来救城？我做我会的，不会的，听别人。这交给你。东南，半刻后会再强一城。阿燕，配重能撑多久？2组副锁还能用，需要30个人一起放，不能抢，也不能停。林秀，哪条路能走病人？那条最平，把门拆了。你们需要一个第一，没有第一，谁来命令你们？不需要一个人什么都懂。还差最后一步，必须开最高层卸力机关，把登天楼和顶层3层拆出去。先生，开门吧！拆了它，我这一辈子还剩什么？只要你不开，他们就永远不能证明你错。别过来！你宁愿整座楼陪葬，也不肯承认你算错。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，没有他，凌霄楼就不是天下第一。这块砖在第1层，石头是张伯曹的，木架是陈家兄弟搭的，绳是阿燕他娘搓的。每一块石头都是人抬上来的，你只是站得最高，把他们的名字都挡住了。
当年救了数万人，难道那也错了？你救过人，是真的；你今天算错了，也是真的。我一旦认错，他们会怀疑我过去做过的一切。过去的功劳，不能替今天的人陪葬。裴天恒，你现在拉住我，是因为你想救人，还是因为天下第一不能看着人死？凌啸城所有人听清楚，登天阁的重量，我算错了，拆了！他站不住了，那就别让他再爬起来。裴天恒倒了，现在轮到你站上去。岳长川，风压稳了吗？西侧还高2层。阿燕，裴仲再放多少？半丈，不能多。你不需要他们，你已经斩了4妖，你才是真正的第一。他左脚下面是空的。风从西侧来，他下一步会往右偏。落点在你身后3尺。没有第一，谁来告诉他们怎么走？抬头看路，不等于把脑子交出去。他们信你有什么错？信我可以，只信我就会养出下一个你。狂妄不是强大，是怕别人看见自己也会错，也有做不到的事。狂妄是傲慢的谎言。你真是天下第一斩妖人吗？天下这么大，别急着给谁排第一。那你厉害吗？会一点，不会的还得问人。赵家肯替你弟弟出束修，你嫁过去，有宅有田，以后不用跟着穷书生吃苦。我不嫁，我和李明书说好了，等他周氏回来，一起开香铺。你说什么？喜欢能当饭吃？我吃过的苦，你还想再吃一遍？那也是我的日子。你的日子是娘一口饭一口饭养出来的，娘不会看着你走错。将赵家的聘书盖上印，娘是为了你好。再抱紧一点，他这辈子就不用自己走路了。我家没有妖，他只是想明白了。娘，清河，娘是为了我好，娘是为了我好。他连自己想说什么都没了，这也叫想明白？听清楚，这妖把你们一家3口绑成了一条命，我硬砍，妖还没死，你们先死。那怎么办？他吃的是一句都是为了你好，要杀他，得先让被绑住的人说出自己的话，自己争断主线。你少在这里挑拨！我是他们的娘，当然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好。那就看看你到底替他们藏了多少最好。
这么小，你的？娘说衣服宽了灌风，我受不住。该喝药了。娘，我自己喝。你手没力气，摔了还得重熬。让他拿一次，才知道拿不拿得稳。摔了药，疼的是他。你一直不让他拿，疼的也是他。3年前，我的病就好了。现在，轮到你解释了。我到底什么时候好的？3年前，寒症就退了。那我每天喝的是什么？只是些温补的药材罢了。你娘怕你知道后去书院，求我继续说你受不得风，走不远。他每天都问我，没了他能不能活？现在呢？我能活，那接下来怎么活？他每次来都说，当年要是肯听母亲的话，就不会苦成今天这样。李明书，别让娘看见。清河，你在和谁说话？睡吧，娘在这里，谁也带不走你。你烧掉了他的心，却烧不掉他想过的日子。明天，我带他回来，我要听清河自己说，他到底愿不愿意嫁。他写盒子，最后一笔总会上条。纸上用了他的名字，不代表是他的意思。他真变心，我认。可我要听他亲口说。可以，但你不是去抢人。那我去做什么？给他一次不被别人捂住嘴的机会。嫁妆我们已经清点完毕。你还敢来？清河，那些推信是你真心写的吗？说清楚，别再让他毁你前程。我从来没喜欢过你。鬼沉香最后一位是什么？你说过，开铺第1天只卖这一种。别听他胡说！信不是我写的，是娘抓住我的手。他每写一个字都在挣扎，你看见了？还要说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吗？今天谁也别想
带走我女儿！哦，是吗？这里是祠堂，你可还认识这个？谁准你翻我的东西？这是你娘当年替你选的人，对吗？娘，我不嫁。我当年也和清河一样，觉得喜欢最重要。我不听娘的话，非要嫁给他爹。这多久后来呢？就克死了丈夫，真是他早早死了，娘，债和2个孩子全留给我。我熬了半辈子才明白，老人走过的路不会骗人。他们一开始明明都很听话，后来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。清河听我的，至少不会像我一样。我不嫁，我不嫁！让你不听娘的话，听娘的话才不会走错。你不只是怕他走错，你懂什么？你要他按你娘选的路活对一次，好证明你这一生受苦全是因为当年没听话。丈夫早死，不是你喜欢他的报应，你受过的苦，也不能让孩子拿一辈子替你证明。门我能开，出去以后住哪里，走多远，你们自己决定。你不劝我们离开他，被他留下和被我带走，都不算你们自己的选择。连你们也要丢下娘？娘，我们只是想过自己的日子。没有我，你们什么也不是。不好！放开我！你们一个都走不掉！回来，娘会照顾你们一辈子。外面的人会骗你，娘替你选，永远不会错，听话才是好孩子。你不是说要斩妖吗？怎么不砍了？因为这一刀，得等他们自己说。我能挡住他一会儿，你要什么，自己说。娘，我喜欢李明书，也想开自己的香铺。赵家再好，也不是我要的人生。我的病3年前就好了，我不是你的病人，也不是替爹留下来陪你的人。话说出来了，就别再吞回去。我做错了什么？我只是怕他们吃苦。娘，你真的要我们一辈子长不大吗？我只是怕你们走错。他们已经说了真话，现在轮到你。我说的都是真心。真心里也会藏私心，
最怕的到底是什么？我怕他们不听我的，也像我一样，选错一次，负一辈子。还不是最底下那句。娘，我们走了，你就不是娘了吗？我怕你们走了，就再也没人需要我。够了！嘴上说爱，手上却只准人听话，这不是爱，是占有。是娘错了，走吧，你们都走。路上冷，记得加衣。妈，冷了，我会自己加。顾兆晨，你真的确定是你杀了我们吗？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是谁？这句话该我问。你们两个里面有一个从来就不是人。